每年暑假租務旺季，將軍澳區嘅租盤都好搶手，今年情況都唔例外。單計2026年6月，將軍澳區租務成交量已經按月升57%，反映租盤需求淨係快速升溫。而其中一個最熱門嘅分區就係坑口站一帶，原因之一係因為有小巴直達科大，對學生租客嚟講尤其方便。代理就話，每逢暑假，唔少內地學生嚟香港租樓嘅時候，都會優先考慮坑口站周邊嘅大型屋苑。都正因為咁，除咗自住客之外，唔少投資者都會趕喺暑假租務高峰期嚟臨之前部署入市，希望趁租務需求升溫嘅時候放租，賺取更高嘅回報。而咁啱睇翻 channel 記錄啦，成個將軍澳區我哋就撐坑口站附近嘅大型屋苑未詳細介紹過，所以今集決定一口氣同大家睇兩個坑口區嘅大型屋苑，分別咧就係蔚藍灣畔同埋東港城。究竟呢一區而家嘅市況係點樣？而入市投資嘅性價比又係點樣呢？大家睇完片之後都歡迎留言分享講下你嘅睇法，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講到坑口站一帶嘅私人屋苑，其實選擇都相當集中。主要有5個私人屋苑，基座商場都有通道連接港鐵坑口站，日常出入都好方便。而今集參觀嘅蔚藍灣畔同東港城，可以話係坑口站最具代表性嘅屋苑。先講蔚藍灣畔，佢係屬於坑口站周邊私人屋苑當中樓齡最新嘅項目，同時都係鐵路上蓋物業。屋苑係由信置、嘉里、港鐵合作發展，喺2004年開始陸續入伙，一共有6座。提供2130幾個單位，使用面積由484至1230幾尺。至於東港城，雖然係屬於坑口站周邊樓齡最大嘅一批私人屋苑，但屋苑基座商場規模大，面積達到40萬尺，整體知名度一直都相當高，亦都係唔少區內買家同埋租客熟悉嘅屋苑。東港城由新地發展，喺1997年開始入伙，一共有7座。提供2184個單位，使用面積由460至1130幾尺。雖然蔚藍灣畔同東港城樓齡相差大約7年，但係生活同交通配套幾乎都係一致。而兩個屋苑近年呎價走勢同樣都算硬淨。若果同2021年8月二發樓價指數高位相比，蔚藍灣畔同東港城近期呎價分別係回落大約6%同埋12%。跌幅都少過同期大市，大約16%嘅跌幅。至於租務方面，坑口區近2個月都明顯轉旺。單計香港置業提供嘅數據，區內租務成交由今年1月至4月嘅5至13宗，增加至5月有22宗，而6月更加係升至33宗。隨住租務氣氛升溫，現時最新放盤叫價係點？租務回報又係咪吸引呢？都自然成為市場焦點。而今集將會參觀2個放盤單位，2間都有放租，其中蔚藍灣畔嘅單位亦都同時放售。我哋就會先同大家參觀呢一間。單位係位於5座低層私室，488尺，2房間價，業主現時係叫租2萬蚊，呎租大約41蚊。佢都同時放售單位，叫價800萬，呎價係大約16300幾蚊。呢一個放盤就係屬於冇玄關嘅設計，一開門就會直入大廳，所以私隱度都相對低。不過勝在廳房都係間隔分明，整體佈局上都冇咩困難嘅地方。成個廳區嘅面積咧係達到150尺，都係一個好標準、好四正嘅長形嘅開則啦，都可以明確分開客飯兩廳。我而家身處呢度咧就係客廳嘅區域，都講講啦。我個人覺得可以點樣去佈局啦。可以見到咧電視線咧其實就喺呢一邊嘅，咁需要嘅時電視位咧係可以擺喺呢一度。咁而呢一邊嘅牆身咧就可以擺梳化。但係咧準買家都要留意翻啊，因為呢度窗咧係靠向西南邊啦，尤其啦向山景嘅方向咧就係會有西斜噶，咁所以咧如果梳化擺喺度嘅話啦，咁望向呢一邊嘅話咧，可能黃昏嘅時候咧，咁就會比較曬一啲。下一手最好都係裝翻遮光窗簾，都有助保護單位入面一啲唔襟曬嘅家私同埋木材。
至於飯廳咧就係靠近單位大門同埋廚房門呢一邊啊，所以大型家私佈局上啦都要考慮到要遷就翻廚房門同埋大門嘅出入口啦。所以咧，其實我而家行嘅呢個位置咧都唔適合擺啲太大件嘅家私，可能比較適合嘅做法咧就係喺靠呢一邊嘅牆身度擺一組比較薄身嘅鞋櫃。至於飯台咧就可以靠呢一邊嘅角落咁樣擺啦。嚟到廚房，估計活動空間可以容納到大約2個人，整體空間都算闊落。廚房係採用曲尺型工作台面設計，雙星盤係位處通風窗旁邊，而工作台面嘅另一邊就設有煤氣煮食爐，整體佈局都算實用。不過如果單位最終只係出租，準租客都可以留意呢一度大致齊備基本家電，有洗衣機、雪櫃、微波爐等等。出返去位於客飯兩廳之間嘅走廊，呢一條走廊係連接2間睡房同埋浴室，而盡頭嘅位置就係主人房。主人房面積就有大約70尺，我而家咧就係身處靠窗嘅位置，呢一度咧都足夠擺到一張大嘅雙人床，而且呢度嘅窗台都夠大啦，所以張床咧都可以延伸去到窗台嘅位置嗰度。至於騰出嚟嘅空間啦，就可以咧做到多啲嘅儲物量啦。細房面積咧就係大約50尺，景觀方面啦，同廳區同埋主人房咧都係同向㗎，都係靠向西南面，遠望咧都可以見到山景，另一邊咧就望到將軍澳運動場。細房整體格局開即市正，同樣設有窗台，可以善用呢一個空間，加設窗台家私或者儲物空間。最後參觀浴室，係有窗嘅名次，通風窗係設喺企缸旁邊，而浴室儲物方面，洗手盆下方嘅地櫃有充足嘅收納量，與此同時，洗手盆上方都有鏡櫃。我個人認為呢一個放盤最大嘅缺點，主要都係老化問題，喺觀感上多少都會扣啲分，而業主都明白呢一點，知道單位觀感會影響買家印象，所以近期都着手作出改善，例如有簡單翻新過。咁呢個業主呢，就5月1號開始放盤啦，咁距離而家都放咗有個零月㗎啦。咁由於最開始嘅時候呢，佢嗰個單位就冇咁企理啦，咁所以業主就亦都花咗少少錢去重新做個翻新，全屋油油啦，亦都做過下清潔啦，咁所以就依家單位就睇落就企理好多。單位現時叫價都算貼近市價，相比屋苑近月嘅平均尺價大約16,800幾蚊，同放盤單位叫價相差都唔大。至於同類單位成交，可以參考上個月轉手嘅5座高層 B 室。同放盤單位同座，同埋面向同一個方位，係490尺嘅兩房戶，面積同放盤都差唔多。呢一個放盤係225萬轉手，尺價大約係16,800幾蚊，比放盤係高大約2.7%。相信撇除單位本身老化問題之外，單位位處低層，亦都係影響業主叫價嘅一大因素。而另一個影響業主叫價嘅因素就係物業估價。參考匯豐、渣打、花旗呢3間銀行同埋28 House 估價都係大約725萬，比業主叫價係低大約10%，都影響業主喺開價方面唔敢太過進取。至於新買家申請按揭方面，假設最終係以業主叫價800萬成交，借足90%，以3.25厘息計算，30年還款期，首期大約80萬。連同雜費之後，首筆開支大約係104萬，月供大約係32,100幾蚊，月入係需要64,200幾蚊通過壓力測試。另外，業主同時放租單位，現時叫租2萬蚊，尺租大約41蚊，都同屋苑近期平均尺租大約40至42蚊水平差唔多。至於同類單位租務成交，可以參考今年5月同放盤位處同一處嘅租務個案。即係5座高層 C 室，呢一個面積比放盤略大2尺嘅單位，最終係以月租20,500蚊租出，尺租大約係42蚊。雖然呢一宗5月嘅成交係屬於高層單位，條件上有機會比今次放盤租得更貴，但係隨住時間越接近暑假租務高峰期，租金水平亦有機會升得更加快。所以業主現時叫租2萬蚊都係屬於合理水平。至於租務回報率方面，由於業主係早喺2006年以260萬買入單位，若果以現時月租2萬蚊計，租金回報率可以達到9厘。
不過，若果係以近期市價入市，唔打算收租用嘅投資者，都可以參考28House App。蔚藍灣畔現時平均租務回報率大約係3厘。相比之下，今集參觀嘅另一個屋苑東港城，二手尺價就比蔚藍灣畔係得大約17%。其中蔚藍灣畔近期平均尺價係16,800幾蚊，而東港城就係大約14,000蚊。但係兩個屋苑嘅平均尺租其實都差唔多，同樣都係大約41蚊嘅水平。造就東港城都有更理想嘅投資回報，平均租務回報率有大約3厘4，比蔚藍灣畔略高。而參考東港城近期一宗最新嘅租務成交，正正就係有投資者喺今年4月入市用嚟收租嘅個案。單位就係8座中層 G 室，實用面積463尺，兩房間隔，啱啱喺7月初租出，月租19,000蚊，尺租大約41蚊。業主就係喺今年4月以670萬買入單位，咁租務回報率大約係3厘4。咁至於今集參觀嘅東港城放租盤單位，代理透露業主就係放租大約12日，咁就喺我哋拍攝之後冇耐就已經租出單位啦。單位就係位於3座高層 F 室，實用面積466尺。咁有啲咩因素咁快吸引到新租客呢？我哋一齊 book 睇睇，再開估單位嘅租金。入到嚟呢個單位，我哋先唔睇個廳，我哋先睇個單位嘅焦點先。咁就係銀線灣嘅海景啊！咁就喺單位嘅2間房咧都可以望得到。咁我而家先入嚟呢間房啦，面積就係大約60尺。咁成個開則上咧就係四正正啦。咁睡床咧估計咧都係可以靠窗邊咁樣擺。呢間房嘅空間感都算闊落，有條件擺到雙人床。咁另外都有寬闊嘅窗台。不過因為咧呢度係外望海景，我個人就唔太希望喺窗台擺一啲高身嘅櫃或者家私，遮住個海景啊。咁我個人咧就會想咧，再喺呢個窗台度擺少少 cushion 啦，咁都可以坐喺度欣賞窗外呢片海景。咁再去埋隔離嗰間房啦，咁呢一間房咧面積就比啱啱嗰間咧係大約10零尺左右啦，咁大約70尺㗎。咁呢個空間咁樣明顯係比啱啱嗰間房咧再大啲。咁我個人就覺得咧，睡床依然咧都係可以靠窗邊咁樣擺，咁而剩翻落嚟嘅空間咧，其實都好足夠可以擺到書台，再加啲比較大組嘅衣櫃。呢2間房嘅窗口都係向東北方，由於前方就係樓高30幾層嘅樓景，因此東港城向呢個方向嘅單位，基本上都係要位處高層，先有條件可以望穿海景。至於單位廳區主景觀靠北方，基本上就只能夠望到山景同埋樓景。咁我個人覺得咧，呢個放盤單位整體間隔其實都好實用下㗎，因為咧其中一個優點就係佢冇咩走廊啊。我而家身處呢個玄關嘅位置啦，咁就一條短短地嘅玄關就係連接咗單位嘅大門同埋廚房啦。咁我哋再去到廳區嗰度啦。咁客廳同飯廳咧係連成一個女字形嘅開則。咁我哋先講咗客廳呢一個部分先啦。咁客廳佈局上啦，我個人覺得咧就可以靠呢一邊嘅牆身擺電視櫃，咁另一邊嘅牆身咧就可以擺梳化，咁樣咧坐喺嗰邊咧就可以望翻出邊個山景。咁但係有一點咧，我覺得準買家或者準租客都要留意翻啊。咁就係啦，呢一邊嘅牆身同另一邊嘅牆身咧，其實相距嘅距離都有啲遠㗎，咁啊相距咗大約9尺。咁如果真係坐喺另一邊咁望翻呢邊個電視嘅話，其實呢個距離係有啲遠，係望得有啲辛苦㗎。咁我個人覺得一個比較理想嘅做法咧，就係呢一邊咧，其實可以照樣都係擺翻電視櫃，咁但係另一邊嘅話都可以善用呢度空間夠大呢一個優勢，因為咧成個客廳嘅空間咧都有大約70尺，其實咧呢一邊嘅牆身咧都有好足夠嘅位置，可以先喺呢一度咧靠牆擺一座高身嘅儲物櫃，咁再喺前少少呢個位置咧再擺梳化，咁再坐喺度望翻呢邊嘅電視，咁睇電視咧感覺都會舒服啲啦。咁飯廳呢邊就大約40尺，咁都係好足夠嘅空間，可以擺到做4人嘅餐台，同埋呢度咧都有道對流窗可以通風。再去到位於大門旁邊嘅廚房，入面咧齊備基本家電，有微波爐、雪櫃、洗衣機，並且咧係用煤氣煮食爐，整體保養都唔錯。參觀埋浴室，用企缸係有窗通風嘅名設，可以留意到成個租盤都係相當乾淨企理。業主喺放盤之前都有翻新同埋清潔過，全屋嘅牆身、門框、地板、地腳線都統一用上淺色調，視覺上感覺都更加舒適。
不過缺點就在於單位係冇提供床架、餐台同埋梳化等等嘅家私，咁租客入住之前都要自己額外準備資金添置。估計有機會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業主叫租價錢唔高，佢叫租18,000，尺租大約38蚊。代理透露，最終單位喺今年7月12號用返呢個價錢租出。對比同期另一宗租務成交，同今集所參觀嘅租盤面積一樣，而且係面向同一個方位，係位於6座低層私室。呢一個單位係以21,000蚊租出，尺租係達到45蚊，比今集放盤係高達18%。我估啦，另一個業主叫租價錢唔太進取嘅原因，係因為佢係早喺29年前已經買入呢一個單位，當時樓價係441萬，尺價係9400幾蚊。咁計嘅話啦，以現時18,000蚊租出單位，回報率係大約4.9%，都比近期先入市嘅投資者回報率更加可觀。由於業主係未有打算放售呢個單位，如果觀眾想了解東港城呢一類望海單位嘅價錢，咁實際成交都可以參考今年4月有一宗同今集放租盤座向同面積一樣，都係望海嘅成交，就係位於6座高層私室，466尺。成交價係743萬，尺價係15,900幾蚊。而28House App 都可以見到，東港城近期都有呢一類高層望海兩房戶嘅放盤，叫價730萬，尺價係15,600幾蚊。如果將揾樓目標拉闊至坑口站一帶幾個屋苑，包括蔚藍灣畔、東港城、新寶城、南豐廣場同埋海悅豪園，景觀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值得留意嘅因素。其實坑口區就冇特別係即係靚景觀就做大單位，冇咁靚嘅就做細單位，都冇特別咁樣安排嘅。無論2房、3房、大單位、細單位，都會有靚嘅景觀同有唔靚嘅景觀嘅。咁如果係最靚嘅景觀呢，咁就可以分2類啦。咁一種呢，就可能係譬如話東港城或者蔚藍灣畔向東北方向嘅。咁就望住銀線灣啦，或者係南豐廣場啊、新寶城向住東南方向嘅，望住南塘海峽啊，望住運動場呢，呢2類嘅景觀係最具優勢啦。第二檔次就可能譬如話係望翻自己內園嘅泳池景啊，或者望住第2個屋苑嘅泳池。坑口5個屋苑都會有泳池嘅。咁第3檔次就可能係樓望樓啦，咁就冇乜景觀啦。至於價錢方面，參考6月同7月嘅最新成交，樓齡比較新嘅蔚藍灣畔，尺價水平係達到16,800蚊。而東港城、南豐廣場、海悅豪園同埋新寶城呢幾個都係90年代尾入伙嘅屋苑，平均尺價水平大約都係14,000至15,000蚊。咁既然尺價水平差唔多，咁代理就話買家最終點樣取捨，好多時候都唔只係睇尺價本身，而係視乎預算、面積需求同埋對屋苑條件有冇特定嘅要求。咁如果係想嗰個整體個冧心係平啲嘅呢，就會可能考慮南豐廣場同埋新寶城啦，因為佢哋呢就300幾尺就已經係2個房嘅單位。咁如果喺新寶、南豐同東港嘅中間呢，就可以選擇海悅豪園啊、嘉嘉，就係2個屋苑嘅中間，但係面積亦都係2個屋苑嘅中間。咁譬如話中意實用率高啲嘅，或者中意本身整體個單位面積大啲嘅，就會可能係考慮東廣城啦。咁另外有一類型嘅客人呢，就一定要地鐵上蓋有露台呢，咁就冇其他選擇啦，就只能係選擇蔚藍灣畔。咁而蔚藍灣畔嘅單位整體嘅面積都比較大少少嘅。管理費方面，今集參觀嘅蔚藍灣畔每尺大約係4蚊，東港城每尺就係大約3個半。另外，對於預算有限，只會考慮選擇東港城、南豐廣場、新寶城、海悅豪園呢幾個樓齡比較大嘅屋苑嘅準買家都要留意，佢哋樓齡都臨近30年，咁買咗單位冇耐之後，可能就要夾錢做大維修。除此之外，交通都係搬入將軍澳前唔可以忽視嘅問題。若果買家係因為鐵路盤而考慮進駐區內，就更加要留意港鐵網絡，幾乎係成個將軍澳嘅交通骨幹。居民對鐵路依賴相當高。舊年就有議員估算過，區內人口已經超過40萬人，而每日乘搭港鐵將軍澳線嘅人次更加係超過50萬，反映運載量相當緊張。過往將軍澳線一旦出現故障，往往都會對區內交通造成連鎖影響。嚴重甚至會導致全區交通癱瘓，
令到成個社區變到好似孤島咁。最新一次就係發生喺今個月嘅13號，喺星期一朝早7點繁忙時段，因為來往坑口至寶林站服務暫停，大批居民返工返學行程受阻，行車時間比平時係增加大約15至20分鐘。我個人認為啦，以坑口站嘅平均尺價嚟講，整體性價比都算唔錯。咁雖然樓價唔算特別平，但係相比市區，仍然都係比較容易入場㗎。如果鐵路運作正常，往返金鐘或者觀塘等地區，返工時間都好合理，咁車程可以維持喺半個鐘之內，咁都算係方便。加上區內生活配套完善，都係一個幾有吸引力嘅住宅區。咁大家又點睇啦？歡迎留言分享，講下你嘅睇法。咁中意條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